我不听，我真的是不听上一辈说的话。那时候讲真，我也没有什么能力。你会听到很多声音，凭什么一个小的唧唧歪歪讲这样多东西，我要跟？凭什么？拍短视频的时候，我爸爸很不愿意。我做咗20幾年啦，我都唔需要拍 video 嘅。做咩我要拍 video 而家 ？Until one day， 我的爸爸在 TikTok 有几个 video 爆了，有人在外面认识他了。哎，你不是那个钟祥那个老板？他很爽，他就讲 OK， 雷，下一次我要怎样拍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去哪里跟要 interview 先。他教过我做生意，第一要诚实，要有良心；第二要准时；第三不能欠钱。他有跟我讲，我们做生意如果要做稳的话，不能快，要快的话稳不了。迷茫是对的，迷茫是我觉得人生必经之路吧。我怎麼說服我老爸就是你都唔俾我撞板，我點樣成長？你每次這樣保護我，這樣我怎樣知道跌倒是痛的？我要跟我爸爸講，今天的我能做到這樣的東西，都是你給我的力量。本期节目由 Exabytes 赞助播出。Exabytes AI Hosting 内置 AI Designer， 只需简单沟通，完全不用 coding， 就能在几分钟内打造出你的网站，让你的创业想法马上上线。Exabytes Grow Digital。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Vanessa， 你能简单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吗？我是 Vanessa， 我今年32岁，我是新西兰永久居民，回国接手喇叭生意。现在我老爸有2个业务，一个是专门做香的，叫富贵香，是做干蚊烟的工厂。然后另外一个是 SW Aroma， 我们是 distribution of fragrance raw material to the local market。干蚊香和 fragrance。这样 Vanessa， 目前你们的公司规模大概是怎样？我们现在有40个员工，主要业务就是我们是先说第一个业务富贵香，我们是在怡保的一个工厂，就专门提供干蚊烟的香给拉督公，或者是泰国神，或者是印尼的神。大家都以为我们的富贵香是专做香的嘛，是一支支的香，其实我们都没有，我们就是做一粒粒的香。现在我们已经有export 去到 Indonesia、India， 然后 Singapore。SW Aroma 的话呢，我们就专做马来西亚的马来市场，然后我们是从法国、从外国 import 进来的 fragrance raw material。因为在怡保的话，我们有一个 warehouse， 所以我们会 distribute 去马来西亚的 OEM 厂。从头到脚你可以想象到那个香味的，就是 hair care shampoo、skin care 香水、air freshener， 或者是洗涤水都有香味的，我们都会提供。提供香的味道而已 ，fragrance。其实你的背景是什么？你大学是读什么呢？我大学是在吉隆坡读大众媒体 mass communication diploma， 然后去 degree。我 degree 是在马来西亚读了，然后最后1年去外国毕业。3+1 就是3年在这边，1年在那边，那个是在英国。然后回来过后，我才申请working holiday 去到 New Zealand。我跟我妈妈说，我才去3个月，一去就去5年了。去了5年？去了5年。前面提到 PR， 就是在那个时候拿到 PR。对，因为通常这种 working holiday 的就只是3个月，然后我就一直 extend， 然后 until I get the PR。然后那时候我以为我的梦想已经达成了，我以为哇蛮不错嘛，才20几岁，我的梦想达到了，这样子。那个时候原本呢，你是有想过要回来继承你爸爸事业的吗？根本没有，因为那时候完全没有，因为我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然后我不会管人，而且我有2个哥哥，那时候我有2个哥哥，所以根本不需要我反到这一块。我爸爸也已经有了2个继承人，所以我只是顾好我自己就好了，不要让他们在外国，我在外国担心到我就好了。对，那个时候你拿了 PR 在 New Zealand， 这样什么事情改变了你的主意回来马来西亚？因为有我的大哥那时候是已经接手了，他就有一次去爬山意外啦，跌了下来，然后就过世了，这样。那个时候是在几年？那时候是在5年前，2019年。然后这个回来的决定我想了3个月，因为我好不容易把自己的生活建立了在新西兰5年，然后有跟前任谈到 OK 要买房啊买车啊，都已经谈
谈好了，结果又重新 start from zero 回到来再来过，因为我已经在马来西亚的朋友都没有很熟了，然后又要重新再开始，我觉得有点困难那时候。那个时候你的想法是说，因为你的哥哥过世了，不幸过世，所以那个时候你的想法就回来马来西亚去继承你爸爸的事业。是的，有2个哥哥，一个是做 management，就是他大的哥哥都负责很多东西，他是负责内部的，然后我第2个的哥哥他就负责跑外面的，所以这一个 combination 是最好的。那个时候说你 from New Zealand 回来刚开始接手的时候啊，你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很多企2代都会懂了。第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要说服老一代的员工，你会听到很多声音质疑你的能力。那时候讲真，我也没有什么能力，所以他们会说，凭什么一个小的过来唧唧歪歪讲这样多东西，我要跟，凭什么？因为跟到我爸爸的都是有20年、30年的员工，所以他们就习惯了那一套，20、30年都不变的。每一个人要懂每一个东西，所以没有一个专。我回来的时候呢，要分 department，account 做 account，sales 做 sales，marketing 的，我不要一个全部都会。一个人全部都会的话，就是没有一个他懂，没有一个他懂得更多、更深入。现在已经有 purchaser 有 purchaser 啊 ，purchasing 的 department，account 有问题来了，我知道可以丢给谁。这样子的话，他们就会怎样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去解决问题。因为以前的老板都是要 job tag，没有 meeting 自己找 supplier， 自己找 customer， 自己解决问题全部自己做到完。所以如果你要公司变到更大更稳的话，你需要这些 system， 而且老板也不是万能的，老板只有一个头脑，没有办法 settle everything， 所以一定要分清楚谁做谁做专了，这样。这样很多创业者一开始很头痛的问题就是 build 一个 website 啊 ，Exabyte 现在有一个 solution 叫做 AI hosting， 其实是什么来的？对，传统来讲，要做一个 website 的话，的确是比较麻烦。Exabyte 今天的 AI hosting， 它本身已经有一个 AI 的 designer， 可以用 AI 生成的方式，几分钟内就把那个网站自动生成出来。几分钟就可以生成一个网站？对，纯粹就是以 chat 的方式 prompt 的方式跟他讲说，你要做什么样的网站，你生成这个网站的框架到 AI 生成的内容跟这个 AI 生成的图片。所以它解决了很多中小型企业设立一个网站遇到的烦恼。讲到这个香行业了，我就很好奇了，香这个行业听起来是一个很传统的行业来嘛，这样在品牌的定位上你做了什么改变呢？以前我们是厂家就是接到什么单就做什么，给别人的品牌就是什么香都做，就是 market 里面要什么的我们就做什么。我回到来的时候，我就跟我爸爸讲 ，Why not 我们专做一个产品而已，然后要做自己的品牌，这样子以后有什么事的话，人家都懂谁是富贵香，不是懂别人的品牌。如果我们去市场看的话，干文烟而已，我不讲其他东西，干文烟而已。市场上70-80%都是我们工厂做的，但是没有人懂厂家是谁。所以我回到来的时候，我一直要让人家知道富贵香是专做干文烟的，给拉杜工的，定了位就很容易走。因为在马来西亚的华人，我不懂你有没有拜拉杜工，但是每个做生意的人都会需要到他，都有拜到他。如果我们没有做 content 的时候，我们不懂市场需要什么。做了 content 的时候，我讲why not Vanessa 你做这样子？因为我很想拜神的，但是我不会，而且很麻烦。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我很想拜，我很忙。好啊，可以，我就一直在做 content， 然后他们就会 share。我们老板没有给我们 budget， 所以 everything 要 start from zero， 所以我选了一个最快、最短的 zero marketing， 就是拍 short content。很难想象香可以拍怎样的 content。如果我不是看过你的 video 的话，我会想，香怎样拍成 content？ 把你刚才讲就很 make sense， 就是怎样拍呢？杜工那些，真的是蛮多人在看的。
蛮多人在看，因为我也是年轻人，我也是不会拜，所以我就帮他们问一些问题。好像因为神明这些东西我们不是很懂，所以我开始是怎样开始呢？去庙那边问师傅，师傅 OK 吗？我访问你，我问问你我不会的东西，因为我有观众也是想要知道，这样我就这样子问，哦，我这是在学的。So everything is not staged，就是看到哪一个庙 OK 拍的，我就进去拍，因为也不是每一个师傅都给你拍、啊。但是每一个庙虽然拜着一样的神明，他们有不同的 style， 不同的方式去拜。你越拍越多 content 的时候，下面会有很多 comment， 你就会想到 OK，next、I want to do this，next I want to do that。because 他们会给你很多，诶，那么怎么要拜什么呢？拜五要怎么拜呢？拜五是他们 Muslim 的那个praying day 嘛，是不是不能吃猪肉的呢？这样就很多这种问题，所以我们又会想到 next 的 content 的 idea 从他们来的，不是我们自己来的。所以其实是很多人他们是好奇，好奇，也不懂去那里找 answer， 他没有好像人家跑去那个庙那边去问。对对你做的时候他就 feedback 给你 idea， 讲说他想要知道什么。对，现在的 idea 是排不及的，因为我们一个礼拜才出3个影片，所以已经来不及要去做。所以其实年轻人他们是想要，他们有这个 ritual， 他们也想要知道，只是不知道怎样做。对，所以我们回来的话，就要把东西现代化。拜神这些东西是我之前以为，因为有很多人跟我讲，以前我还没有很稳定的时候啦，我就想啊，做香的，以后没有人要拜神了的啦，又不环保，以后越来越少人拜了的啦。你看很多谁拜神的，人家跟我讲，我也觉得是这样子啊，现在不是了。他们没有拜，是因为他们不会，他们很想要，他们不会，没有人给他们一个 guideline 怎么拜。等一下，刚才你提到讲在现代化，把这个行业变得现代化来说，你还做具体上什么东西？比如讲营销上啊，还有什么东西是现代化这个香行业呢？刚才我有说过，那个我老爸不愿意花钱，是因为他好像 let's say 请一个人，我就说 OK， 公司不够人了，我想请一个人专做 social media 的 OK 吗？他就跟我讲 OK， 请一个人现在多少钱呢？3-4千，3-4千乘12的话，多少钱？然后他讲这个人能不能够给我带来这个 ROI？ 问我讲没有这样子算的啦，是不是 ？It's an investment， OK？ 看那时候拍短视频的时候，我爸爸很不愿意，因为他就讲在 TikTok 这些全部跳舞的，全部帅哥来的，我一个老阿伯去那边干嘛？对不对？我一个没有老板会这样子拍的啦，对吗？然后我就给他看，没有老板，我给他看AirAsia 的，我给他看 AirAsia 的，人家也不是这样子拍啊，年轻人是吗？MyDin 的老板，你在看 MyDin 的老板，所以他们，我就那时候啦，我的语气也是没有很好，我就说，人家也不帅，人家也很有钱，人家也是大老板，为什么他要抛头露面？因为我要把我们的行业年轻化，然后更接地气，老板一定要出来拍。大家都懂 AirAsia 老板是谁，但是没有人懂马航的老板是谁。对，所以我们要给人家知道富贵香在背后撑住的人是谁，这信任度跟我们的观众啊，或者是用我们的 product 的人更亲切一点，这样子效果会更好。所以之前呢没有 budget 的时候，我来拍，我来自导自演啊，自己剪这样子。Until one day， 我的爸爸在 TikTok 有几个 video 爆了，有人在外面认识他了，诶，你不是那个做香那个老板？他很爽，他就喜欢做这种东西。然后他就讲 OK， 雷，下一次我要怎样拍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去哪个庙 interview 先。他给我 idea， 所以很好。那时候我还做着网红的时候，我还要我要照顾自己的 account， 照顾 SW 的，照顾富贵香的，我不能照顾这样的。那富贵香的你去，我交给他去，交给他去做那个 main 的那个 idea 那些main 的做拍的那个人。然后因为我们没有 salesman 都是我哥哥2个，以前 salesman 都是跑全西马的。但是哥哥不在了，一个哥哥不在了，另外一个就要在里面做 operation。
然后没有 salesman 的，我们的生意怎样 maintain，就是靠这些小小的给人家懂了。然后我们的 agent， 我们的 distributor 就会更容易，因为现在人家去像神料店买东西是拿着我爸爸的 video，我要这个，哦，嗯，哇，你爸爸看到蛮爽啊。爽，他很喜欢，我很 lucky，他给我做我要的事，然后他也去做，他也去尝试新的东西。但是这一个阶段呢，花了好几年，去一直 convince 他，你去拍啦，你去拍啦。因为我们以前一直去追，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强化自己了，make ourselves stronger，然后 be great in our own industry，然后 attract people。越追的东西越跑，只要能做好自己的话，你能吸引到的都是同频率的人，做事会更方便，会更省时间，更省力。但前面本身有提到一个部分是想说，你开始接手的时候，就团队其实不服你嘛，他觉得这个年轻人要带出这样多这样大的一个改变，到底行不行？这样好不好？现在团队会服你吗？现在我终于可以把他们叫成我自己的团队，因为有一天晚上的时候，有我的一个 team member， 他就 message 我说，好像一个告白这样子，一个 confession 这样子。OK， 原来是我之前很不喜欢你怎样怎样怎样。我其实找到工作了的，但是我决定留下来，因为我知道你为什么回来，你也是牺牲了很多东西，你才做这个的。然后以前你叫我做很多东西，我很不喜欢，因为我不明白。现在我明白了，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所以我很想一直在跟着你。然后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很有那个很感动。那个时候他们本来不服你，到现在开始了解你、理解你，然后觉得想要 follow 你，那个changes 的过程，其实你做了什么东西呢？这5年里面啊，今年我才收到这 message 的。这5年里面呢，因为我们做马来市场的，所以员工团队大部分都是马来人、马来同胞。我第一步做的就是要主动的去understand their culture。OK， 我跟他们一起拍摄一起拍摄，然后穿他们的衣服，然后他帮我带图动的时候，我觉得哇，很有趣，很 interesting。这个宗教很广很大，很多东西学，然后很 beautiful。然后去他们的家拜年，然后我的朋友有一个同事怀孕了，他邀请我去他的家吃饭，所以我觉得 they include me in the group because they see my effort to blend in with them。我主动去要学他们的东西的。然后 meeting 很重要，因为以前根本没有 meeting。现在每一个新的东西我叫他们做的时候，他们都有抗拒。no 啦，不要啦，不是全部人，好像 meeting 的话，也不是全部人要来，这不关我的事，为什么我要来浪费我的时间？然后经过了每个礼拜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 meeting 不会是要浪费时间的东西，是因为要给大家知道你们的 progress 在做着什么，所以我们大家都懂你在忙着什么，你需要什么问题，你要多多 express 出来，要讲出来。因为我一直在 remind 他们，每一个人只有一个头脑，一双手，你做不了很多东西，所以你要有问题讲出来。每一个人有一个 idea 的话，那个问题就很快解决。因为公司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大家可以一起解决的问题。然后他们 from here understand each other， 因为每一个人的 department 他们都不懂。每一次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来我房间找我的时候，他们就会讲我觉得我的 department 没人懂啦，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工。I need a team。然后上个月的时候，我就叫他们 introduce 自己的 department。OK， 你是 purchasing， 你 purchasing 每个礼拜、每个月做什么东西，他们就会讲 present。OK， 到 sales， 你今天做什么？这个月你见什么顾客？然后这个做 warehouse 的 stock 怎样摆？什么 FIFO in and out，first in first out。过期的要过期的先放前面先。
要给他们知道流程是怎么样。哦，我才懂这样子的。So next time I want to be teamwork. I want to work together with a team because I understand your department. 我觉得我就跟他们讲，每一个 department 都有联系在一起的，所以 you are not working alone. 你要给我们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一起来解决。所以以为你在去整顿这一个 system 的时候，其实你同时间也在 introduce 这一个文化，一个 culture， 让大家 be transparent， 互相 understanding。以前我们没有很注重什么是公司的 core value， 公司的 culture， 公司的 vision and mission 啊。现在我们注重在那边 print 大个，以后每个人都记得 OK， 我们 SW Aroma 的 mission 是什么？是帮助想要做香水生意的人，去教导他们，给他们 transparency cert， 你要什么 cert 我们给你。以前我们做很多 online 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们做很多 offline 的东西。online 就是做很多 content， 现在是我们做 offline 的很多 activity， 就是要人家来看我们。因为只有我们的团队相信我们之后，他会跟我们讲问题在哪里。第一个问题就是Wenyi, ramai orang tak tahu business kita besar. Kita mesti show kita bukan shop lot. 这样子 OK， 我们就想办法一个 marketing 的 strategy， 做 perfume workshop， 每个人报名来我们怡保看我们的 warehouse。我要 train 那一个人去做那个 workshop 的教 workshop 的人，我也是花了很长时间，因为他们不敢 public speaking， 不敢讲出来，所以 budget 不够的时候，我只能手把手教他们怎么做。marketing 的我要做全部东西我都要手把手教一下啦。So from there 我们就开始做 tour， warehouse tour， factory tour， 然后做workshop。 From there 很多 media 的就来 interview，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开始，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 brand exposure， 越多人知道我们 SW Aroma 或者是富贵红是谁，我们就会 attract 到更多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很好，你提到那个部分在于问以前compared to以前的 maybe 团队上他们不了解对方，也不了解老板的想的是什么，他们有问题他们也不会去主动去带出来。But after I think 你一些你做一些 changes 啊 culture 上也好，你告诉他们让大家互相了解事情也好，所以大家开始去把问题 bring out 去告诉你。对，因为我一个 team 如果大家看到问题没有人去告诉老板的话，这个老板就好像要自己去想知道什么是问题啊？因为他们觉得为什么他们不跟你讲，是因为我讲了你都不做的，我讲来做什么？所以他跟我讲了，我一定要做。所以我会给他们知道 anything, any problem you face, any request you want, you can request. I will approve it when it is reasonable. So 现在他们会很多 request。我要一个 microwave，我要一个 rice cooker， 他们很好，他们很多东西要 request。To me, simple thing is fine。证明了他们相信你，他们跟你讲，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所以我们的 team 需要互相 express， 因为我不懂你在想什么。你不讲东西出来，我要猜很累啊，就好像 couple 这样，你老婆生气你，是不是？你又不讲，然后一直猜，会不会很辛苦？就一直内耗想，是什么问题？这个example很好。这样本身你作为一个90后老板，那些我们讲在这个 industry 想这个 industry，compare to 同行来说，你觉得你的优势是什么？我的优势是我爸敢陪我玩，也是一个优势。因为有很多二代的都是老爸不要做，老爸没有授权给几二代做什么，所以他们有很多 limitation， 很多东西就 idea 很多，但是没有 execution 的力量，因为没有被 empower 到，没有 empowerment。如果上一代没有给力量下一代的话，那个是没有讲话没有权的，没有那个力量，所以要授权。然后授权的意思就是老板只有一个，不要3个老板，因为以前我做错的就是有3个老板问了我不懂，我问他，弄到我没有信心所以
有时候我就会跟我爸爸讲 ，OK，你如果有什么问题错的话，你看到我的 team 有什么问题错的话，你不要直接讲他，你要跟我讲了过后，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错什么。你直接教他的，你直接跟他讲错什么的话，你教到他，但是你没有教到我，啊，我就跟他说，不如你这样子，有什么问题你看到的时候，你跟我讲，我跟他讲，这样子你可以教到2个人。再 back to 刚才一个 question 呢 Vanessa， 刚才前面你有提到你的受众群是一部分是马来人，你的马来人团队 SW Aroma 是马来人团队， SWR 马来，你讲为什么他受众群是马来人？每一个市场只要我们 target audience 一个专就够了，我们不要说华人、马来人、印度人通杀，我们不要这样子。OK， 如果你要通杀的话，你会没有一个做得好，所以我们只是要专做马来顾客、马来的 content。好像如果我们讲英文的话，我要放3个 subtitle， 这样子是做不到的，因为马来市场会知道 ，OK， 你这个不是 Malay 的。不是 focus target 他们。不是 focus on Malay 的，我看到华语字在那边，我看英文字在那边 ，it's not focus on us， 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子做，就马来 only Malay， 没有 subtitle English Chinese 的。反正如果我们富贵商的话，就转做 Chinese 的话，就一直在讲 Chinese 的而已。subtitle English 可以啦，因为有华人也是有不明白英文。Vanessa， 我们聊一聊一些关于你个人的事情了。好，我很好奇了，你的 MBTI 是什么？我是 ESTJ 人呢，执行力会比较强，然后有规划的，然后我不喜欢人家迟到。现在准时已经是很 basic 的东西，如果你找到的话会更加分。所以好像如果有时候说塞车啊，找不到 parking 啊，对我来讲是借口。你明知道那个 area 是塞车，找不到 parking， 为什么你不早点来？所以 time management 会让我怀疑到他不够 professional， 不会 check，然后 time management 有点不到位。所以如果对我来讲，如果你迟到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我会觉得something is wrong。 Because how you do one thing is how you do everything. Yeah, something is wrong, and this is the basic respect。 这样你怎样看待 MBTI 这个指标呢？如果你有善用到它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我拿这个 MBTI 的来更了解我们的 team， 我们的 team member。好像现在的领导呢，老板都希望人家跟住他，对吗？但是我是那一个迁就员工的那一个老板。我一直在 study 为什么我讲的指令是不够 clear 吗？还是为什么他们做不到我要的东西？我要怎么样更亲切的 be more friendly to them？ Okay, I don't want to be just the boss. I want us to be able to work together. Work together 的话，第一个一定要信任，对咯。对我来讲最难搞的是 I 跟 P 的人，没有 planning 的，然后做东西很慢的，然后很多想象力的，然后想到的时候又做不到的，因为 they get distracted easily， 然后他们想做很多东西，然后他们做不到的话就会慢 procrastination。所以有时候我会在想到底是什么问题。以前我会想你跟不到我是你的问题，但是现在我在想他跟不到我是我的问题，因为我没有好好的给 instruction， 而且我没有了解到他是想要怎样的。因为到最后我是想要大家都互相 give and take， give and take。 我了解你的话，我就可以更快的 get the result。 So MBTI is not just about study about myself。 每个人进来公司的人啊，都要做这个 personality， 所以我要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更顺利的一起玩一起工作。那本来说，如果我们来讲说小时候啊，拜托你小时候啊，从小你有没有觉得你跟同龄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我小时候跟同龄的人啊，我很大胆大胆到我妈妈有点怕我。我妈妈叫我世界女，世界女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想去一下的那种。所以我妈妈的时候，我觉得我很不孝顺，因为她每天都在担心我。我不像我哥哥一样 ，OK， 就在那边读书啊，在金宝读书，读了就去爸爸那边工作。
但是我不是这样子的，我要打工的时候，打 part time 的时候，我妈妈就会讲一句，你不需要做这种东西的啦。好像如果我去纽西兰做工的时候，她跟我讲，为什么我们花这样多钱你读书，你去那边做外劳，所以她就很抗拒。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很大胆的跟妈妈对抗。要不然我根本去不到吉隆坡读书，我根本去不到英国，我根本去不到新西兰体验我要体验的生活。因为最终目的就是我想去西方国家 to live a slow life. That time I was thinking, the grass is alway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But now I think the grass is greener where you water it. 对，所以你放心思在哪一方面的话，那个方面就会发芽开花。肯定这个部分也是有一点像是你现在在做 business 啊。因为我们有一句话讲说，时代进步是因为下一代人不听上一代的话嘛。是吗？我没有听过诶。你不认同上一代的做法，可能因为时代在变嘛。对，所以现在他看到时代在变，我们不可以好像以前这样子做了，我们要有 branding， 我们要做 content。但你不认同上一代的做法，然后上一代要能够理解、授权下一代去做，所以时代就进步。在 business 上也是一样嘛，你不能10年、20年做同一件事情，可以做同一件事情，方式可能不一样。是。Right, so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种子，让你去说，maybe 我应该有，不叫叛逆啊，只是有把不同的想法带出来。很多想法，所以跟我老爸就有很多争吵，很多磨合。哇，争吵磨合，吵诶，真的是吵诶。OK， 磨合。这样我们讲那些这5年啊，你接触这5年，我们看回去啊，这5年你觉得了，你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对的，就是有什么事敢 express 出来，然后我不听，我真的是不听上一辈说的话。怎么样说不听呢？就是我老爸也是有 ego， 身为一个老板，身边有40个员工 ，ego 一定会在的 ，OK。然後他就講我做咗20幾年啦，我都唔需要拍 video 嘅，做咩我要拍 video 而家？做咩我個老細要出嚟做咁多嘢？你哋做咪得咯？我哋做冇意思，冇味道，冇感覺。我要老細做，係拍 video，老細做先有嗰個感覺啊。然後以前做生意我老爸就很多 credit terms payment terms， 3個月欠6個月9個月12個月，但是我就想到現在這樣子做不行咯，先給錢才給貨，我就跟他吵，為什麼他跟我講不可以這麼做？因為以前都是那些幫助他的人，所以那個 terms 永遠都不能改變。我了解了過後，我才覺得 OK， 你是對的 OK， 所以新的顧客我們 give and take 好不好？新的顧客我們用新的 terms 新的 rules 好不好？好就 OK。所以要跟老爸談天的時候磨合啊，也是要 comes to a negotiation 的 OK， 那個 deal 怎麼樣算 deal， 就是你 agree 我做的，我 agree 你做的才是一個 deal， 所以要give and take， 要 nego。如果我不懂他想什麼的話，我很難去了解為什麼你會這樣做，因為每個人做的時候我會想 what is the purpose behind it， 我會在想，我會 try to understand， 如果我明白的話我就不會跟你吵了為什麼一直跟人家吵，是因為我不明白你做的事我才跟你吵。剛才你問我做錯做對的一點跟做錯一點嘛，做錯我沒有講到，現在我講一下。那因為我覺得我是 ESTJ， 我做東西要很 spontaneous， 要馬上做，而且我會問 deadline 幾時好，我沒有顧慮到他們有沒有這個 capability， 有沒有這個能力做到。他們講我以前呢，他們講我很 micromanage， 我不懂我自己是 until 有一次每一年我會給他們機會 OK， here is the time， 每一年只有一次，你可以 shoot 我沒有問題。他們就會講 OK， 我不喜歡你 micromanage 我希望你能直接跟我講我什麼事，而不是在 group 裡面講，或者是跟人家講人家跟我講，我不喜歡這樣子 OK。 然後我就覺得 OK， from there 我才知道他不喜歡我這樣子做，我就沒有這樣子做了因為他是我的員工，為什麼我要聽他的，對吧？但是因為我想和他和睦共處的一起工作，所以我要知道我到底是一個老闆，他到底不滿意我哪裡，我要知道一下。
因为每一次我都会讲 we are learning together。我很多事我都不会的，好像做每一件事情，做 exhibition，OK，做 content，我都不懂它 work 不 work，但是我知道我做就是了。有时候啊，我们 procrastinate 是因为我们对自己很多 doubt，我们自己想到，OK，不够好啦，不要做了。好像很多东西我们拍，到过了一下子，我觉得这个 content 不好，我不要 post。我没有这样子的，好像我爸爸每次看我，你的 spelling 错了，OK，这个的讲话讲错了，我讲冇理佢啦 post 在 because when every time 我要做 every time I wait to be the perfect 的时候 wait to be perfect it's not going well， 因为我等到那个热忱不在的时候，已经没有那感觉了。有时候因为 algorithm 这个东西啊，歪不歪热这个东西不是你讲的嘞，你不懂的，所以我们要一直 test。我们觉得闷的东西，不代表人家觉得闷。之前我们觉得，哎呀，谁会看做香的东西呢 ？So boring。我不管了，做了谁，每一个做，我只需要一个爆而已，它就全部就会慢慢爆。我只需要不断的拍不同的东西，我才知道我哪一个做对，观众喜欢看哪一个。所以 business is also like a R&D research and trying。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不断的尝试，不要怕失败了，因为我们 we are still young， we have nothing to lose， 所以拍 content 是一个最保险的东西，不是叫你丢钱放进去，不需要，只要脸可以放得下来。对，脸皮要够厚。就好像你讲 content 这样，可能很多时候就是你做了才知道嘛，因为 when 你做你有 data， 你就可以 map pattern recognition， 你 recognize 那个 pattern， 我就可以重复做对的事情。而你没有做，你怎样知道哪一个东西是对的呢？所以做你就有 data。对啊，迷茫是对的，迷茫是我觉得人生必经之路吧。你不迷茫的话，没有乐趣咯，那个 life。一定要有 ups and downs，high and lows。我记得以前我们一个 episode 太好 from podcast 就提到，迷茫这件事情没有问题，but 认为迷茫有问题这件事情才有问题。make sense 也是。但是很多人，你会觉得啊，很多人不知道迷茫是什么 feeling 吗 ？feeling loss 是不是没有 purpose？如果 someone with a purpose 的话他会很希望 Monday 来的嘞。Monday 可以做工了，我又可以解决问题了。如果他们没有 purpose 的话，他们会觉得 like Monday is coming again， 我又做工了，我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life with purpose 可以 motivate someone to do greater things， 动手去做，answer 就会出来了，不要一直等到好的时机，因为没有好的时机，做就是了。本来是 during 那些 moment when 你不确定你的决定，或者讲说你做完那个决定，你看回去，到底对还是说，还没有看到 result 嘛？你这样迷失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怎样做？你有自己的 mentor 吗？ mentor， 我老爸是我的 mentor， 我老公也是我的 mentor，because 他在中国大企业公司工作，所以我很多人事部的东西 management 的东西我会向他请教，然后他会跟我讲，你越来越像我，这样子不是很好，because你变成越来越强势，我觉得这样子不好，你要 tone down 一点点。我老公这样子跟我说，他在 management 这边帮助了我很多东西，好像他教我如何 set 一个 KPI， 如何奖励，怎么样更好的对待 team。然后把你 father 呢？你爸爸教会你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他教过我做生意，第一要诚实，要有良心；第二要准时，然后第三不能欠钱，这三个最重要的。第三个不能欠钱的意思就是，你讲到那一天要还钱，你就要那一天还钱，可以欠，但是 there is a deadline there， 因为他会弄到你对那个人没有信任，如果是没有信任的话，你就完蛋了。所以 honesty， 然后要准时，不能欠钱这三个字，我一进去他就教我了。那时候我不明白，做生意欠钱才会越来越有钱的吗？不是咩？我问回他，然后做生意要大胆，投资大胆才能更有钱的吗？做到更大的吗？不是咩？我问他为什么不是，他就说，因为
在我下面，我有40个人，很多人需要到我，所以我做每一步都不能 take the big risk，因为如果万一这个 risk 不行了，40个人就这样子，没有饭吃啦。然后他有跟我讲，我们做生意如果要做稳的话，不能快，要快的话稳不了。一定你爸爸教你很多关于做人的道理，做人在诚信上和在 business 上的 reputation 很重要。这些东西在外面打工没有人教我的，Vanessa，今天你爸爸没有跟你来录 podcast，没有诶，还在怡保。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平时没有跟你爸爸讲到，没有机会跟你爸爸讲，你今天想要用这个机会去告诉你爸爸？哇，我怕我会哭诶。OK，想要跟他讲啊，谢谢你给我很多机会去做很多东西，好像从小到大都是他在给我机会，他给我很多 opportunity，他很支持我每一个决定我去吉隆坡的时候，妈妈在反对的时候，他一直在跟我妈妈讲，你给他去都是他在一直 support 我，后面为什么要给他去英国读书，去外国去纽西兰的时候，他也是让我去所以他很 support 我做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因为他让我绽放，让我 search 到我自己的 potential 在哪里。如果他一直关注我，一直保护我的话，我没有办法知道我厉害在哪里。所以我需要一个人这样子来一直，我怕的时候他来给我一把力。OK， 你不要怕，我后面 support 你，这样子很重要。我要跟我爸爸讲 ，Thank you for being supportive to let me try a lot of things。今天的我能做到这样的东西，都是你给我的力量，所以谢谢你。那么 Vanessa， 如果有些听众他们可能正在经历、正在 struggle 着企业传承的这个阶段呢，这样对于企一代和企二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分别想要给他们的吗？企一代要学会放手，要信任，让企二代去做很多东西。我知道好像企一代他们不放手的原因是，他们会觉得我在这行很有经验，所以我不需要改变。我怕现在东西做得好好的，新的 idea 进来的话会毁掉全部东西，所以他们也是会怕我们会搞砸某些事情，所以他们不能放手。但是如果你不放手的时候，你不放手的话，那他们哪里有机会来展现他们自己的 potential， 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没有办法展现。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做法，所以有时候企一代跟企二代会有很多冲突或者很多摩擦，是因为 they cannot accept each other's idea。我们会觉得你的方法是老一辈的，做东西很传统很慢。然后企二代的就是他们觉得我太快了，他们会怕没有试过很多东西都不敢去尝试，会怕那种 result 会 not good。所以如果你不给他时间去做，他们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要给他们时间去做，给他们机会，他们才可以 show you the result。什么事半功倍。现在我看到有很多企二代的从外国也是回来要帮手，要去做生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好像我那年代的时候，就他们很多 Malaysia 的 talent 他们会说都会外流外流。但是现在我看到的是不一样，外面的 talent 已经回来了。So this is a very good sign. Vanessa， before 我们今天最后一个 question 呢，我很感谢你今天上来跟我们的听众去分享你的经历，一些 advice。谢谢 Brian。我有一个礼物想要送给你，Stone 的咖啡杯。谢谢你，好用 ，Ceramic 在里面好用。最后啊 ，Vanessa，
有些年轻人可能他们现在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啊，正在做着一个重要艰难的一个抉择。这样，你有什么想要对他们说的吗？ Sometimes you just gonna believe what your heart desire。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到最后找到一个你喜欢做到的、简单做的东西，要做到每一天要做到极致为止。Be professional and be great。然后你要不停的试看你的 potential 在哪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好在哪里。如果你不尝試的話，每次只會想，那你就不知道你幾時可以突破啊。齋瞓住嗰度諗嘅話，你冇做嘢嘅話，你邊度可以嚟突破？突破不到，所以要一直不斷的嘗試不同的東西，不要怕失敗。如果你想要嘗試做某一些東西的話，你敢敢去做罷了，因為它會一直每天讓你想我要不要，我要不要。你要的時候，你去試試看，因為試試看的話，它不會怎樣，它是人生中的一個經驗，一個 experience。If 你試了過後，撞板啊，好像以前這樣子，我怎麼說服我老爸，就是你都唔俾我撞板，我點樣成長？你每次這樣保護我，這樣我怎樣知道跌倒是痛的？所以如果你有那個想法，想要嘗試東西，你去試，敢敢的去試。但是 make sure 你有 plan B， 如果那個不成功的話，我還可以做這個；如果這個不成功的話，我還可以做那個。這樣子你才去試。如果你把全部蛋都放在一個 basket 的話，那個完蛋了，你就真的是完蛋了。所以 you need to have plan B, plan C， 要試試做你想要做的東西。不要等下真的是後悔，老了沒有力了，後悔